那之前呢，我们已经用 ACE Plus 来实现了人物的换脸，而且效果呢是非常棒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 ACE Plus 它对于这种物体的迁移，它的效果会怎么样？那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效果。大家注意啊，这是我做的一个工作流。那我希望呢，就是将我的一个 logo 把它放到人物的 T 恤上面。我们看一下呈现的效果。大家看一下，整个的一致性呢是非常强的，而且呢，我们保留了衣服在褶皱方面的一些纹理，包括它整体的材质，大家都能看得比较清楚。所以说呢，这个效果也是非常惊艳的，对吧？那不单单是把一张图片，那我们同样可以把一段文字给它放到我们的这个人物的衣服上面。那其实这样我们也就打破了像 Flux 这样的纹身图的模型不能够生成中文这样的限制。而且呢，我这儿做了一个这种白色修边的一个效果，大家能看出来，对吧？非常的好看。那整个的一致性呢也是没有问题的。那这个怎么去做呢？下边呢我们就给大家来看一下。那在 ACE Plus 的官方呢，其实现在有了很多的更新，大家可以去看一下。在它的 README 里边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社区的工作流，很多大佬的这个工作流，你可以去看一下啊，包括换装的、换人物的，万物皆可换，对吧？你可以挑你喜欢的，然后去做一下。那么我个人觉得呢，就是这种 logo 的迁移呢是比较稳定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以这个为例子来给大家讲一下 ACE Plus 在物体迁移上的使用。那同样呢，它还提供了很多的教程，而且这儿呢还有我录制的一个教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个人觉得呢也是比较荣幸的，就是能被官方可能列到这种资源列表里边。那它的使用呢，其实我们之前都给大家说过了啊，也非常的简单。我们主要就是下载一个模型，大家可以进到抱抱脸或者是魔塔的社区里边来下载这个模型啊。这儿我还是进到抱抱脸。这个本身没有什么特殊的。那我们打开它的这个主页之后呢，选一下 Files and Version， 这个里边呢会有 Portrait， 那这就是我们之前用的。那这儿还有 Subject， 对吧？那你可以选这个，那就是物体迁移用的，大小呢也非常小，153兆。下载完之后呢，我们可以放在我们的 LoRa 文件夹里边，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。下边呢，我们就从头来给大家搭建这个工作流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创建一个空的工作流。那我们还是先把整个 input 的这个部分给它做出来啊。那 input 这个部分的话呢，我们大概分成这么几组啊。大家可能刚才也看到了，就是这个模型的构建方式呢，我可能更倾向于模块化的这种结构，这样让大家看起来比较清楚。但是构建起来呢，就相对的麻烦一些。那我们先看模型的部分。模型呢，我们同样是 load 的diffusion model。那这个呢，我们选的是 Flux Fill 啊，同样是 FP8 的。然后 Weight Type 呢，当然你可以选 FP8 的，也可以选成 Default， 这个都没有问题。然后再往下边就是我们需要加载这个 Subject 的 LoRa， 所以说呢，由于我们只加载模型啊，所以说我们 Model Only 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呢，我们选一下ACE 里边的 Subject 这个部分。下边呢就看你要不要其他的这种手段啊，比方说我们是不是要用到 Tcache， 如果你用的话可以去加上。那我们可以加一下，就是 Flux Override。当然这个 Tcache 的加法呢有各种各样的，是吧？你可以根据自己喜欢的来加。然后呢，我们这儿用 Apply， 然后 Tcache。大家注意啊，我现在呢其实是 Flux 嘛，所以说这个值呢是 0.4 啊，你这个不要错了。再往下边就是，如果我们是进行 fill 的话呢，需要有一个差分网络来赋予它像素级的绘画能力啊，所以说呢，这儿有一个 different diffusion。那模型到这儿呢，基本上呢就算是完了。下边呢就是便于它模块化操作呢，我们就把它存一下 set， 然后 node。那这个呢，我们就叫 model。下边呢是加载 clip， 这个我们是一个两个模型的 clip loader 啊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需要选择的是这个 clip-L， 对吧？然后下边呢是选择 T5， 然后这个呢我们选 Flux， 下边呢我们有一个文本的输入 condition 完了之后啊，那我们这儿有 Flux Guidance， 在这个里边 Flux 的 Guidance 值呢稍微有点不一样，我们一般建议大家是30到50之间，这儿我还是先给40，那就是正向的。下边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反向的，反向的话呢，我这儿会用一个 zero out， 把这个条件呢给它支成0。我们先存正向的吧，这个呢我们叫做 condition 加啊，就是正向的，再存一个。
这个呢是 condition 减，下边呢就是 VE 的部分。这个呢我们已经加载的是 Flux 的 VE， 那同样呢我们把它存一下，这个我们就直接叫 VE 就可以了。那我们把它保存一下啊，这个呢我们叫做 model and input 啊，就是既有这个模型的部分，也有部分输入的部分，对吧？提示词也在这里边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。然后下边呢，其实核心的流程是这个东西，后边当然是我们的 K sampler， 那只要这几个连上，这个就基本上没有问题了。那下边呢，我先把这个流程呢给它该填的都填上。下边呢，我们用 get node 来获取一下我们需要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输入。这个 get 获取的都是这儿 set 设置好的。首先是模型的部分，然后正向提示词。不叫提示词的条件，反向条件，然后 VE。大家看一下，到这儿之后，我们会发现啊，其实只是少一个 pixel 和 mask， 那这个就是我们构建比较核心的另外一部分的内容了。那我们这儿先把采样给它禁掉。那下边呢，我们来处理图片。首先呢，我们来加载两个图片。第一个呢，就是我们的模特，那我们选这个，然后呢是我们的 logo。好，我们先选这个。那同样我们是用这种上下文对接的方式，所以说呢，这两个我们先把它缩放一下啊，缩放到1024，注意高度是1024，因为我现在要把它横着拼接起来，对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会有一个 resize 的操作。我对宽度不做任何的设置，高度呢是1024，而且呢，我要求它保持比例，那这个是一样的。那这样的话呢，这两张图片其实是可以连接在一块儿的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可以通过 concact image， 然后把它拼接起来。注意，拼接的方向呢是向右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预览一下这张图片。好，这就是我们说这个重绘图片的部分。下边呢，我们需要有一 mask。mask 的话呢，我们还是在这个上面自己绘制出来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右击，然后呢 open in mask editor。我们调整一下这个 seek 值，然后我们大概绘制一下这个区域，尽量的大一点没有关系啊，中间不要有洞。然后这个形状和你绘制的那个 logo 的形状尽量的保持一致啊。你比方说我现在是一个圆的，那你就尽量是一个圆的。当然这属于一些细节，你说我不是圆的这个也没问题啊。现在呢，就是这个 mask 我们需要也把它放到这儿来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先要把它缩放一下。缩放的话比较容易操作的话呢，我就先把它转成一个图片，所以说呢，先用 mask to image， 先把它转成一个图片。然后呢，我们把它缩放到和这个是一样的大小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这儿同样会用到 resize image。但是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宽高呢，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地方来获取到的，这儿连过来，这儿呢也连过来，然后这个图片当然就是我们刚才已经转换的这个遮罩的图片，然后呢我们可以把它 preview 一下，一旦这儿连上，底下这个参数就不起作用了，大家可以看到在这儿。那下边呢，我们同样要构建一个这种形状的遮罩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来创建一个空图片，大小呢应该和右侧这个图片是一样的啊，所以说这儿连过来，然后呢是黑的。那同样的，我们会把这两个图片呢也给它连接起来，所以说呢，我们同样有一个图片连接的一个操作，左侧的图片是我们刚才遮罩生成的那张，右侧的图片是我们生成的这一张空的。那我们现在呢可以 preview 一下，下边呢我们把它转回成遮罩 image to mask， 这个呢我还是用这个 Ctrl S 带的。下边呢我们把整个的这个给它预览一下，这儿呢我把遮罩和图片同时预览，所以说呢我们这儿会用image and mask preview， 然后图片当然是我们刚才拼接出来的这个，就是它 mask 那是它。然后这个颜色呢，我们用一下品红色，然后呢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这是你的遮罩，背景呢是你的图片，都非常的棒，对吧？好，下边呢，我们把它编一下组，然后起个名字，我们叫做 implant mask and image， 就是重绘的图片和我们的遮罩。下边这个就比较简单了，那我们挨个获取到。首先呢，我们需要的是 pixels， 就是整个的这张图片。那这个图片呢，当然我们用的就是它，所以说呢，我们把它存一下。
这个名字呢我叫 inpaint mg， 下边呢是这 mask 是从这儿出来的，这个呢我们叫做 inpaint mask。那这儿如果设置好了，那这儿就可以取到。先来看一下 image 连过来，然后 mask 连过来，然后呢我们把它放开。参数呢我们稍微的调一下，这个20不采样没有问题，然后这个值呢我们设成1，采样器呢选择欧拉，然后调度器选择 simple， 下面是解码展示图片。那么最后只剩下最关键的一步，就是提示词该怎么写。这个大家别瞎写啊，大家可以进到 ACE 的这个 GitHub 的页面里边，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就是如果是一种 logo 的话呢，它一般是这样写的，就是这个 logo 是被打印在什么东西上边，那我们同样粘过来，只不过就是我这儿会写成 T-shirt， 就是打在这个 T 恤衫上面的，对吧？下边呢我们可以跑一下，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呢这个 logo 呢就印上去了，注意褶皱的部分和质感的部分都保持得非常的棒。那最后呢我们需要做一个裁剪啊，把这个图片给它裁出来，所以说呢我们需要保存一下，就是你 resize 之后的这个图片的大小，从这儿保存也行，从这儿保存也可以，那比较直观的就是从这儿保存。那我们下边呢存2个节点，这个呢我们就叫 inpaint mgvs， 那下边这个就是 height。 现在呢我们需要把它 image crop 图片裁剪，下边呢我们把需要裁剪的这个宽和高给它取出来，这个我们放在哪个位置看一下啊，放在这边吧，这是 W Vs 啊，这是 H height。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图片呢给它 save 一下，大家看一下，它每次采样都不太一样，这个跟哪个参数有很大的关系呢？其实就是这个 guidance。那由于我是40嘛，你可以调成50，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用40，是因为我觉得更多的变化就代表着更加自然的表现啊。所以说官方虽然提倡用50，但是我一直都是用40来进行操作的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是我们说的这个把 logo 绘制上去，那文字也是可以的。那同样的一个，我们给它换成这个文字，下边呢我们重新采样一下，大家看一下。这个文字呢就写到了这个 T 恤上边，然后这个里边是可以有一些变化的啊，比方我可以指明颜色，放 in white color 白色，然后呢我们来生成一遍。对啊，在这种重绘里边呢，提示词还是起到一定作用的，所以说呢大家呢可以把这个提示词呢写得更详细一些，同样呢可以适当的调高那个 Flux Guidance 的权重，然后让整个的这个字体表现呢更加符合你的那个要求。好像不太明显是吧？我们把这个调小一点，再来一遍，大家看一下，白色的这个呢其实是有一些抽卡的概率在里边的啊，所以说你可以适当的调整那个 guidance 的大小，30、40、50都可以试一下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时候呢出现了什么情况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黑色的图片外边有了一个白边，对吧？我们在服装上也经常看到这种方式啊。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ACE++ 在物体迁移上的一些表现。那同样它会在产品啊换装方面呢可能也会做得不错啊。那这个我没有去细调，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试一下。好，今天呢我们就说了这么多，关注我，做一个懂爱的人。